这是外国人永远理解不了的，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大一统思想。有老外疑惑，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一分裂，各路诸侯都像疯了一样要把它统一呢？明明割据一方也可以锦衣玉食，何必大动干戈？有人回答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六王毕、四海一、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就注定了这片土地上只能有一个政权。金朝有个皇帝叫完颜亮，他写了一首诗叫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金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有志向一统天下。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小鬼子以糖果、面包等诱导的方式对我们实行日语教学，并企图通过这种手段迫使中国人逐渐接受侵略者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可没想到老百姓不认账，鸡蛋一送，信仰启动；鸡蛋一停，信仰归零。不管怎样，就是学不会。最后没办法，他们就开始研究起中国的文化，然后制定出一套专门的教学素材。但没想到的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后，他们突然觉得日本文化也就那样，然后就开始学起了汉语。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是为什么蒙古人建立元朝，统治中国80多年，满族人建立清朝，统治中国200多年，都没有让整个中国学会说蒙语或者满语的原因。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或许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当今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俄罗斯、加拿大、中美、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是10世纪才开始兴起，加拿大历史156年，美国历史到明年才刚满250年，巴西203年，澳大利亚是124年。而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今天的世界地图上多数已经不见踪影。埃及国家名字还在，却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埃及语也成了逐渐消亡的语言。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以分裂求团结。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传统多民族大国又纷纷在内乱外患中崩溃，只有苏联和中国保存了下来。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又兵不血刃的解体，并且影响了部分东欧国家的解体。中国史虽然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却是长期统一，短暂分裂。因为你不统一，就等着被别人统一，只有统一了的才能叫做华夏正统，没统一的那都是乱臣贼子。在古代，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思想，那诸侯会认为此子胸无大志，可伐之；谋士会认为此主不思进取，不可投靠；军士会想他不能带我们建功立业，得赶紧投靠一个明主；甚至就连你的子嗣都会想要取而代之。项羽就是因为不想统一，就被刘邦灭了。张士诚也想割据为王，结果被朱元璋灭了，被史学家称赞为神武雄略。一代英主的柴荣就因为没有实现大一统，连进教科书的资格都没有。而曹操明明是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反贼，却因为他做了大一统的事，是奸雄更是英雄，被网友称为曹魏风骨。三国里蜀汉最弱，只因他们以匡扶汉室、统一中国为己任，旗下文臣武将被誉为最具理想主义和忠义精神的群体，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忠义勇志的象征。而东吴国实力不弱，却偏安一隅，所以就被骂了2000多年的江东鼠辈，在历朝历代的口碑都一直很差。宋朝做到了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教科书也只是定义它为局部统一王朝，就是因为没有收回燕云16州。明朝时即使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民族英雄郑成功仍想着恢复河山，赶走了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收复了台湾。没有做到大一统的朝代，史书上也是用阶段词语来概括，比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南北朝来一笔概括。只有做到大一统的朝代，才会被史书单独拿出来记录。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有哪个中国人能抵挡住名垂千古，在史书单开一页的诱惑。大家好，我是微笑。上期讲述了台湾回归的信号，这期我们深度聊聊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大一统思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能够出现长期的大一统传统？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执着于统一？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宏大而复杂。要对中国的统一思想有基本的认识，我们首先可以借助一下他者的帮助，那就是与古代中华文明同时发展的古代欧洲文明。为什么古欧洲文明没能产生大一统传统呢？
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应该与不同文明诞生时源头上的特质的不同有关。以欧洲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来源于希腊、罗马、基督教等要素，其中希腊基本是最早的思想源头，这使得欧洲文明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明的印记。对于地形破碎、人口规模较小又常常出海的文明来说，权力分立制衡、协商妥协几乎成为深入骨髓的本能。在船长的统领下，商队成员通过相互商议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借助利益互换实现平衡。在此过程中，确立个人财产权观念成为关键前提，因此强调平等协商、保护个人财产的理念与小型城邦政治结合，构成了城邦直接民主制度的根基。除此之外，这也促使古希腊文明热衷于追求最大利润空间，具备精于计算、敢于冒险的特质，有时甚至以掠夺征服为荣。而古希腊各城邦间的协商合作关系，其特点与希腊人之间的交往模式大体相同，能够结盟，能够协商，甚至能够形成实质性的霸权统治。例如希波战争后的雅典霸权，但始终无法真正融合为单一政体。在当今的欧洲文明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特性。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罗马，尽管在帝国时期疆域辽阔，但其起源本质上还是城邦文明，政治架构以各地的城市为支撑，通过点连成线，通过线带动面，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广阔的乡村地区实际上很难掌控。而罗马派往管理行省的总督仅仅带领少数高级官员前往，他们手下并没有完整的官僚体系。例如，埃及属于皇帝的私人领地，由皇帝委派总督治理。总督等少数高级职位由罗马人担任，人数有限，他们有一批希腊裔出身的官员和包税人作为助手，但在基层广大地区，埃及原有的机构依然保留，甚至在公元1至2世纪期间，许多行省都涌现出一批自治或半自治城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整个帝国的政治权力归属于罗马，但地方具体城市的市政管理却由当地选举产生，甚至以私人事务的形式运作。这样的国家虽然是疆域广大的帝国，但本质上却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希腊城邦联盟有些类似，甚至与后来美国建国时构建政治体制的思路也有相通之处。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种天然缺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文明特质，也让欧洲文明从源头上就缺失大一统的需求与可能。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特质就截然不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孕育的谷物农业息息相关，所在区域还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经常带来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为了生存和保障农业生产，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就成为幅员辽阔、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不过，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代表同质同化，大一统并非追求不同文化的完全相同，其本质是多元一体，这是一种尊重多样性的统一。这种模式在中华文明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从地理视角观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位于2条大河流域，东部有海洋，西部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自然屏障。在这个范围内，中华史前各民族得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型地理单元中相互交流与发展。严文明先生因此提出了重瓣花朵式的同心圆差序结构。这种观点既不同于中原中心说，也不同于各区域相互作用，但不强调中心的多元论。重瓣花朵模式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中心位于中原地区，如同花蕊，以围绕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包括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燕辽地区，上游的甘青地区，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等，都是具有特色和发展脉络的文化区域。这些文化区域就像内圈的花瓣，在这一圈花瓣的外围还有许多文化区，如闽台、粤桂、新疆、内蒙、东北等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就像是外围的花瓣，因此整体就像一个多层花瓣的花朵，三重结构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朵花，花心和花瓣是不可分割的。从文化层面来说，中心和内圈最为发达，外圈相对滞后一些，水平也稍低，这就增强了外圈对内圈的依赖关系。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关键原因。如果做个对比的话，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区，甚至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化区，在地形上都有些像四处透风的筛子，各个文明很容易相互接触和发生战争，遭受蛮族大规模入侵时也缺乏天然屏障。而中华文明既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又在喜马拉雅等天然屏障的保护下，在较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中心明确的独立系统。
这样，在一个地理上天然相对封闭却又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系统中，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基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两大河流域优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向中央凝聚的向心力，由此孕育出多元一体大一统格局的初步形态。中华文明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统一与西方常用的武力征服、殖民统治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仍以罗马为例，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作为城邦，就将本城及周边地区居民视为公民，将战败后结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看作同盟者。建立行省后，又将行省人民视为臣民。在这个体系中，罗马是征服者，罗马公民在法律上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行省臣民是被征服者。行省是罗马人民的财产，公民与非公民界限分明，其下还将非公民划分为多个等级，非公民的上升通道从一开始基本就被阻断。在东方，秦朝统一六国后，并未赋予秦地人民特殊地位，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分。刘邦作为楚人，率领起义军攻入关中，又依靠关中和汉中民众击败了东方的项羽，最终在关中的长安建都。刘邦既没有也不可能将楚人或秦人视为征服者，而将其他地方的人看作被征服者。因此在汉朝境内，除王侯与奴隶外，其他人都属于编户齐民。编户即登记户籍，齐民即地位平等。编户齐民既不像早期罗马公民那样天生拥有参政特权，也不像罗马行省臣民那样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上升通道对于齐民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是开放的，这才是统一而非殖民与征服。中国大一统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在确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大一统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公羊传》。秦朝统一后，中国开始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到了汉代，在政治格局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相当精妙的政治统治儒家思想体系。这套体系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超民族特性，民族色彩较为淡薄，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承认中华文化的正统制度和认证机制即可。这其中蕴含着祖先的智慧。大一统实际上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它承认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只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多样性就会得到认可。《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容以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此应当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政治层面必须保持统一，但管理方式可以灵活多变；思想层面追求一致，但不是依靠强制，而是通过教育感化来实现。而在社会生活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则得到了充分认可。我们可以发现，汉朝与罗马是当时东西方的两大统一帝国，但两者内部的治理理念存在明显差异。汉朝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政策灵活但始终集权，重视以教化的方式实现文化统一，弱化基于民族的等级划分。罗马帝国则是中央有元老院，地方设有各总督，本质上还是分权制衡的思路，实行政治强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以蛮治蛮政策的长期存在，损害了民族认同感和中央的凝聚力。其结构特点是中央过于依赖地方，更不用说罗马帝国的罗马化程度实际上并不高。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西部则通用拉丁语，而且不论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主要通行于政府机关和城市之间。广大农村地区仍是各地方言的天下。罗马人将被征服民族视为异族，但在文化上并未实现统一，甚至未能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在蛮族冲击下崩溃。其遗产与古希腊思想一起，形成了近代西方政治文明重视法律、军事征服、殖民、分权的师承关系。因此，很多欧美文化圈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确实没有这个传统，甚至他们理解的统一与我们概念中的大一统完全不是一回事。统一在他们的文化记忆中是充满压迫、奴役、对异族的恐惧与警惕的概念。自罗马帝国分裂后，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乃至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所有统一欧洲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直到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世俗政权才逐渐掌握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权力集中。而以威斯特伐利亚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依然如故，建立在相互制约与妥协的基础之上。拿破仑战争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欧洲各民族国家都致力于追求本国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国家战略和推行外交政策时，如何实现本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为首要考虑因素。
背后仍然是严格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殖民等级制思维。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强大的民族征服并压迫弱小的民族，少数民族则寻求独立分裂的国家渴望统一，而帝国和多民族国家则潜藏着分裂的风险。泛日耳曼主义、法兰西精神、泛斯拉夫主义等都是明显的民族扩张思想。中国则有所不同，在拥有大一统丰富历史经验的情况下，近代的仁人志士们没有直接套用西方民族主义的定义，而是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随后又撰写《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认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组合，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融合演化，逐步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的伟大民族。这种中华民族观蕴含着中华文化包容性和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天然特质，避免了欧洲许多国家各民族分裂解体、各自建国的后果。时至今日，我们建立的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多民族统一、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而不是西方那种单纯的民族国家。从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的中华民族，再到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甚至包含中国哲学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都能发现中国传统大一统观念的痕迹，都能追溯到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起源。决定国家道路选择和政治冲突中坚定立场的是深层次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来源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殖民帝国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中国的统一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从长期视角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大一统无疑是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明架构。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时和时分，即使在分裂时期，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上的大一统仍然保持着推动统一的历史动力。而且越到近代，中国的统一时期持续的越长久，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始终将统一视为常态，将分裂视为非常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想要无视历史文化的根基与现实强行分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已经超越了各个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磁场。中国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华民族既有历史的多样性，也有共同追求的大同理想。在这样的磁场中，没有不能包容的外部，没有无法化解的矛盾。我们习惯于和平共处，习惯于合作共赢，深知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明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意义。所谓天下一家，就是融入中国文化骨髓的本能智慧。无论是大漠孤烟的西北地区，还是鱼米之乡的江南水乡，所有人都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血脉认同。所以这个国家无论遭遇何种战乱，统一始终是民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纵同咸，脑同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是看到台湾回归信号而生发的一些小小感想，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些许帮助和启发。如果能够增进大家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认知，就是我最大的荣幸。最后，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